醒醒！我的血应该早已能压制毒性，难道他体内这东西并不是寻常的魔毒，不是魔域的奸细吗？怎么一次又一次被他反噬？张嘴！咬！咬啊！不能太用力，也不能不用力。救人比杀人难多了。几十流光手来锦绣万千，顷刻间化成爱与之间。当血墨一面闪了一遍，多少灵魂的如影晃眼。风一脉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自远，但只见爱对画面。最爱无言，如果爱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换。有生之年我只杀人，几次救都是因为你，偏偏你却如此无忧，连我的血脉都承受不住。弹指间悲欢变，最爱无缘。如果爱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。是我睡错地方了，还是老板报错抱枕了？师祖，还活着，吓死我了！真难想象他这50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。这道伤是新的。昨天晚上我肚子疼得差点要疼死了。好痛！难道是你救了我？那我现在身体里这异样的感觉都是你给予我的吗？为了救我，你竟然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。虽然我总叫你老板，但其实如果能选，我不会留在你身边，因为你是个很危险的人。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，你应该是个大坏蛋。可就是你这样的大坏蛋，在这个世界却一次又一次的救了我，我肚子不疼了。喝了我的血，自然不会疼。我喝了你的血啊！趁现在，让我杀了他，然后还。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这种伤对于修仙的人来说，不应该一下子就好了吗？可我看着胸口的伤，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啊。我的体质比较特殊，伤口很难痊愈。这种弱点您告诉我干嘛呀？告诉你又如何？这点小伤，又能奈我何？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比拼人设呢？
老板，您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懂了，一定是灵火烧的您又烦躁了。怎么回事？还这么烦躁吗？今天空调不管用了？你去睡吧。这有点像老板还在加班，却跟我说你先下班一样，那么离谱。那我去睡了。老板，你这样，这样睡得好吗？毕竟这份工作的福利太好了，迁就老板一点也是应该的。司马娇这人应该是个不近女色的事业品，他爱待着就待着吧。果真，它不仅能缓解灵火带来的灼烧，也总能莫名平息我的怒火。醒醒，醒醒！起来，不许睡了。请问有什么事儿啊，亲爱的老板？能不能体谅一下美人的暧昧之心？睡眠不足，人有眼圈的。你怎么能睡得着？我为什么睡不着？我在这里啊。哦，然后呢？整个庚辰仙府的人，凡是听过我的名字的，无人不怕我。你怎么还能安心的在我身边入睡？睡眠质量太好了，不能怪我。你真让人看不透。好吧，既然老板是熬夜老司机，我也要舍命陪君子。熬夜老司机？就是您这样作息不稳定的人。你哪里来那么多奇言怪语？大概我思维敏捷吧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疯到什么时候。
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已面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只因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弹指间爱可以化恋。只因爱无缘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当羡慕已面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魂相牵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只因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弹指间爱可以化恋。只因爱无缘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囚了我500年。只因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残烟，弹指间可以幻灭。只因爱无缘，惹不了一生时光。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师祖，怎么是你？师祖身上的伤疤，难道是被封印时留下的？这是你能随意进来的地方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进来的。说，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我知道了，师祖您有烦心事，想看有没有机会讨好您。我能有何烦心事？但是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也许能让您开心一点。让我开心。成功啦！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真是可笑，你这些雕虫小技，对于我而言，好美啊！怎么样？
有没有让你凉快点？老板，老板，别老板着这么好看的一张脸嘛。除了下雪，你的修为还能为你做很多事。他们把廖廷彦抓走，是想利用他来逼我出手。他只是一个魔域奸细，若是能活着助我完成大计，伤便伤了，与我何干？都说过我没所图了。再说，我怎么敢打师祖的主意？山中有那么多人，他凭什么选中了你？一定是你用了什么术法。今天，我就要为师祖清理门户。师祖，三圣山岂是你们能撒野的地方？看来还得再费些心思，教他如何杀人。我这次竟然不敲门就能进来了。又要爬楼，不爬行不行？不想死就跟上。这上班路途太艰辛了，没有保障又不给工资，比资本家还黑。以我浅薄的玄幻世界认知，这东西一定十分珍贵。老板，你听到小孩的哭声了吗？你每日过来，给这东西浇水。它一旺盛，我便烦躁，想杀人。你认真的吗？这个花上面顶着火焰，不会浇灭吗？要能浇灭它，也是大功一件。跟我走。哦。本以为来到修仙世界就不用加班了，没想到这里比现实世界还要可怕。我们那里不加班，大不了就丢工作；在三圣山不加班，可是要丢命啊！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
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个大魔头啊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在想，你可以去忙别的，我不会偷懒的。你总说老板，究竟何为老板？老板就是我不停给他干活，他不停给我发奖赏的人。那和养牛马有何区别？哎，你这观点不错啊，我们那儿也有类似的说法。嘿嘿。你为何不用术法做事？你本就修为不高，才堪堪炼气，而炼气之上还有筑基结丹、元婴化神、炼虚合体、大成渡劫，这辈分也是最低的。兴许是那选人的仙官一时出了差错，才会把这样的选拔机会给你。我修为好像很低，不太会用。之前脑子受伤了，很多事情不记得了。你喝了我的血，如今至少已经达到筑基的境界。我这就已经筑基了。我会魔法了。终于放弃掩饰自己的魔域身份了，多少坦诚了几分。快来！哦，怎么换个世界还是不能躺平啊？别人穿越是天命之女，我穿越是社畜之魂，没钱没假期，还要看老板脸色。以前天天敲键盘，现在天天玩抹布。人生不能白烂，快乐至少一半。本来就烦，还要和熊孩子斗智斗勇。哎呦！坏蛋，疼死我！我要烧死你！你还会说话？这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暂停啊！修仙世界，火焰会说话也很正常。火苗小朋友，我也是听老板的安排。那个，你多担待哈。好朋友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，老板的话我得听哈。不好意思啊，师门专业种地的，你且忍忍，我很快。斗不过师祖而已，可你这小屁孩都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感觉身体要被掏空了，怎么修仙世界的幼崽也这么精力旺盛？天天爬着鬼楼梯，累死我了。干的活比牛多，没工资没合同，纯纯压榨。好在老板经常不出现，同时大黑蛇也很好相处。工作对象虽然喜欢吐火，但很好接近。我要烧死你！哎，我太不容易了。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教我了，我好难受。我星子都吐不出来了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司马昭说你也是庚辰仙府的弟子，那你下次不许再给我浇水了。我不给你浇水，我老板那儿怎么应付啊？你不是他的女人吗？还需要花心思应付他？我请问你是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的？他能带到这里的，肯定是他的人。你是女人，就是他的女人，有什么不对？这逻辑鬼才！司马娇，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用你们的血供养凤山灵火，本就是司马氏的宿命。你别以为将我练出了分身便能摆脱我。我们同生同死，这种命运，你永生永世都别想摆脱。
想看，三圣山这个工作环境还不算太恶劣嘛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修真界大家都不吃不喝的，不能点外卖，生活少了不少乐趣啊。又来。老板，上下级要保持一定的纪律啊。胡言乱语，你就是这么侍奉人的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劳动合同这个问题。这儿虽然没有什么劳动法，但是该有的待遇还是不能少的吧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要您发工资应该不太可能。每周的双休您得保证吧？转来转去，要的还是这个。啊？那双休不行，单休也行啦。继续浇水，别想偷懒。